但在檀健次的粉丝圈子里，大家好像找到了一种特别浪漫又特别宏大的方式，借着一片海去说那些平时觉得太轻飘飘又太沉甸甸的深情。们就不聊那些枯燥的数据和打榜了，就随便坐下来聊聊这片海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成为他们之间最默契、最温柔的暗号的一切的开始。是因为那片叫北海的海要弄明白粉丝为什么对海这么执着，其实得从檀健次的老家说起。他是广西北海人，如果你去过北海，或者哪怕只是在脑海里想象过那个地方，你就会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里有咸咸的海风，有柔软细腻的沙滩，有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还有那种仿佛能包容一切的辽阔。大海是檀健次成长的背景板，是他骨子里带着的故乡印记。粉丝们爱屋及乌，自然而然的就把海和他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但有意思的是，大家没有把这种绑定变成一种生硬的口号，而是把它揉碎了，变成了特别细腻的情感符号。你如果去翻翻粉丝们的超话，会看到很多让人心里一软的句子，比如那句被大家奉为经典的“海浪是大海献给黄昏的温柔，遇见你是世界献给我的温柔”。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你想想那个画面，夕阳西下，海浪一遍遍亲吻沙滩，那种日复一日不求回报的奔赴，像极了粉丝对他那种安静又持久的喜欢，还有粉丝直接喊话说，我对你的爱就像海浪一样永不落幕。海浪是没有尽头的，只要地球还在转，潮汐就不会停。把爱意比作海浪，其实就是在说，不管时间怎么变，不管娱乐圈多浮躁，我们对你的喜欢就像这海浪一样绵绵不绝，永远不会停歇。屏幕里的海是藏不住的想念。现在大家追星，大部分时间都在线上，微博、超话、评论区成了粉丝们抒发情感的主阵地。而在这些线上文案里，大海简直成了最高频出现的隐喻，在粉丝们的语境里，想见你和看海几乎成了同义词。你可能会经常看到看海还是看檀健次这种带着点小傲娇又满是爱意的话题。对他们来说，去海边吹吹风，其实就是在心里去见了他一面。到了他过生日的时候，这种情感表达就更集中了。在那些写给他的生日信件里，没有那种要求他必须大红大紫的功利心，反而充满了像家人一样的叮嘱。信里写着，你只需要知道我们很爱你，不用害怕，大胆的往前走吧。更有心细的粉丝还会在信里特意提一句，海浪是大海献给黄昏的温柔，就像是在和他对暗号一样。最让我感动的是有粉丝写了一篇叫《海可以带我去见你》的短篇故事。故事里的画面感特别强，一个女孩可能刚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可能心里带着点生活里的委屈，她独自买了一张去北海的票。她走到海边，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对着广阔的大海大声喊出她的名字。故事里有句话特别戳人，你说过想你了就来这片海，喊一声你的名字，你就会出现。其实我们都知道，喊名字他听不到，他也不会真的从海浪里走出来，但在那个瞬间，那片海就成了一个情感的树洞。粉丝把生活里的疲惫、思念，还有那些无法对人言说的压力，全都交给了这片海。海风一吹，好像他就真的在耳边说了一句，我在呢。走到线下的海，是触手可及的温暖。如果说线上的文案是心里的涟漪，那线下的应援就是实打实的浪潮了。粉丝们把海的意象真真切切地搬到了现实里，这里必须得提一下那个让无数人破防的故事——患病粉丝北北的概念短片。追星到底在追什么？北北的故事可能给了一个最温暖的答案。北北生病了，身体很虚弱，但他心里依然有一片海。这个短片的拍摄其实是在檀健次本人的了解和推动下进行的。短片的最后，北北鼓起所有的勇气，奔向那片蔚蓝的大海。当看到那个画面时，很多粉丝在屏幕前哭得稀里哗啦。大家评论说，这就是追星的意义啊！偶像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发光体，它变成了你生命里的一束光，拉着你，让你有勇气去奔向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除了这种直击人心的情感表达，粉丝们在大型活动上的海也特别震撼。比如在和不同州度开机的时候，大家搞了个特别大的应援，3200架无人机在夜空中组成图案，配合着飞一打铁花，1600摄氏度的铁水泼洒下来，瞬间化作漫天星火。虽然那不是真的海浪，但大家管这叫星海。这种视觉上的震撼和粉丝自制的星河璀璨文案完美呼应，暗合了大海那种辽阔无垠的意象。当然，最接地气的还是粉丝们自发的北海打卡。很多粉丝会专门请假去檀健次的家乡，走他走过的沙滩，吹他吹过的海风。他们在沙滩上展开他的手幅，对着镜头录制视频。
在那一刻，去看海就等同于去见你。海风拂过手幅的声音，就像是他在说：欢迎你来我的家乡。双向奔赴的海是最美的回音。其实，如果只有粉丝单方面的借着大海表白，那多少有点自我感动的成分。但这段关系最美好的地方在于，谭健次接住了这份爱，并且给出了同样深情的回应。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端着架子的偶像。在直播里，面对粉丝们的集体表白，他没有说那些滴水不漏的官方套话，而是特别真诚地回应了想了，还说了那句特别戳人的陪我慢慢走。这种不敷衍的直球式双向奔赴，真的会让粉丝觉得自己所有的用心都没有被辜负。当粉丝把北北的故事拍成短片，当片尾北北奔向大海时，谭健次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他没有只发个表情，而是认真的鼓励。这种态度让粉丝们真切地感受到爱赢万难的力量。原来你的偶像不仅在看你发光，也在你身处暗谷时愿意做那个托底的人。有粉丝曾评论说，喜欢你就像玫瑰对露水的依赖，温柔而深情。而谭健次的回应是，我们过好各自的生活，然后互相牵绊。你细品这句话，真的太有智慧，太温暖了。他没有要求粉丝为他放弃生活，也没有用虚无缥缈的承诺去捆绑大家。他希望大家先过好自己的人生，然后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一份牵挂。这种健康、成熟，像朋友又像家人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情感闭环。在这片海的见证下，爱不再是单向的追逐，而是双向的滋养，从一句文案变成一种只属于我们的文化星号。慢慢的，你会发现，大海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表达爱意的载体了，它从小范围的个人抒情，演变成了整个粉丝群体共同的语言符号，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在，你去看看他们的日常签到、超话互动，几乎随处可见大海的配图，和那些像海浪一样的深情告白。在应援物的设计上，大家也特别默契的频繁使用黄色粉丝的应援色和蓝色大海的颜色的组合。这两种颜色搭在一起，就像是阳光下的海浪，明亮、温暖又充满生机。在线下，粉丝自发组织的痛楼应援里，大家会专门设置一个去北海看海的主题打卡区。那里有沙滩，有海浪的背景板，供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粉丝留下心愿和合影。其实说到底，粉丝借助大海向谭健次表达爱意，借的不仅仅是那片物理意义上的海，更是借了海的包容、海的温柔、海的生生不息。在这个快节奏，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冷漠的世界里，能有这样一片海，让你可以去寄托思念，可以去安放疲惫，可以因为一个人而觉得世界变得温柔，真的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而谭健次和粉丝们就这样在这片海的见证下，一边过着各自的生活，一边在岁月的长河里互相牵绊，慢慢往前走。海浪声声，那是他们在说，我在，我一直都在。